乌克兰 F-16 首战，它将为俄乌战争带来哪些改变？俄军手机禁用法告吹，为何是俄军哗变信号？波音 CEO 换人，新的 CEO 能否带这家航空巨头扭转败局？俄乌战场出现朝鲜导弹发射车，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第二个 F-35C 编队。第一批 F-16 战斗机已经抵达乌克兰了，并且被人抓拍到了实飞照片。根据大兵在互联网上搜集的信息乌克兰的 F-16 曾在敖德萨以及利沃夫出现过。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7月份是向乌克兰转交 F-16 战机的最后期限了，但现在并不知道乌克兰具体是收到了多少 F-16。在7月31号美国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中，白宫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并没有否认 F-16 已经抵达乌克兰，同时他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传出，但英国《每日邮报》称该战机已在31号进行了首战。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报道，发往乌克兰的一揽子 F-16 武器包括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GTAM 精确制导炸弹套件、GBU 弹药以及最新的 AIM-120、AMRAAM 以及 AIM-9X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虽然出于安全考虑具体的转移细节尚未披露，但一名美国官员证实，尽管五角大楼的库存和生产能力有限，但乌克兰将获得足够的弹药来满足紧急需求。近期美国宣布了2笔总额高达17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就涵盖了防空海马斯系统弹药以及反坦克装备，预计也包括专为 F-16 设计的弹药储备。但《华尔街日报》强调，美国对乌克兰使用其提供武器设定了限制，特别是禁止用于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除非是在回应俄方攻击情景下，这或许会导致乌克兰对于 F-16 的应用有所束手束脚。当然 F-16 作为空中优势战机也没有必要进入俄罗斯本土进行作战，因为根据公开信息，美国尚未向乌克兰提供比如 AGM-158 远程对地攻击武器。比利时、丹麦、荷兰和挪威已经承诺向乌克兰运送60多架的 F-16 喷气式飞机，预计到夏季结束将有6架飞机，到年底呢将达到20架。7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至少需要128架 F-16， 而正在运送的那些太少了，而且在战斗中来得太晚了。即使我们有50个，也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俄罗斯人有300架战机，虽然我们在防守，但至少还需要128架。根据美国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将军的说法，乌克兰已经在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上使用了 AGM-88 哈姆导弹攻击俄罗斯的雷达站。然而 AGM-88 毕竟是为北约战机而生的，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兼容性并不完美。比如乌克兰空军发射的 AGM-88 不能中途切换目标或者重新定位， F-16 战机呢将更灵活更精准。赫克将军补充，是乌克兰人只是把武器从米格29和苏24上当作炸弹扔下来，但现在他们将有机会真正的使用这些武器，这将让乌克兰空军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乌克兰虽然渴望尽早将 F-16 投入实战，但受限于飞行员训练不足，预计初期仅能部署的不超过10架的少量战机。但是乌克兰计划利用 F-16 强大的电子战能力以及多样武器配置，结合爱国者等西方防空系统，可以扩大对俄飞行员的威胁范围，并增强对本土城市及关键设施的防护，抵御导弹和无人机威胁。综上所述，乌克兰接收 F-16 的初期战略较为实际，侧重于提升防空能力，而并非直接攻击俄军。此举呢，旨在增强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防御力。因为俄军喜欢在冬季到来前打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试图通过降低乌克兰人的生活水平来激起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但实际上，即便是在没有 F-16 的前2年，面对俄罗斯一天10几次的空袭，乌克兰也很少出现大规模断电情况。不过 F-16 的部署也将带来额外的防空压力，因为俄罗斯曾数次声称将 F-16 视为首要打击目标。不过有消息称，乌克兰将会把 F-16 部署到波兰，
而俄罗斯出于和北约直接发生冲突的顾虑，所谓的率先打击 F-16也可能只是说说罢了。同时，俄罗斯还试图通过非正常手段来打击乌克兰的 F-16，比如俄罗斯国防部对于第一个击落 F-16的人开出了16万美元的赏金，以及开出了100万美元的赏金，引诱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叛逃。然而，虽然俄罗斯一直试图利用巨额赏金引诱乌克兰人叛逃，但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任何成功案例，反倒是2名俄飞行员曾驾驶俄罗斯战机叛逃到乌克兰了，属实令人忍俊不禁。看过大兵这期视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俄罗斯军队的私人手机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由于士兵们都偷偷玩手机，影响战斗能力事小，关键是极其容易暴露位置。一个小兵在玩手机，这边乌克兰无人机就顺着 WiFi 飞过来了。所以呢，在前几天，俄罗斯国家杜马计划出台一条法律，禁止俄士兵使用个人电子设备，一旦发现，无需进行审判，就可由前线指挥官对其进行10天以下的禁闭处罚。该消息一出啊，却在俄罗斯军队里引发了爆炸。原因很简单，因为手机除了娱乐还能用于通讯和导航，由于俄罗斯军队发放的电子设备质量极其差劲，甚至完全无法使用，所以俄军只能通过插着乌克兰电话卡的手机来进行通信和查找谷歌地图。虽然会暴露位置，但是对于底层的俄士兵来说并不算大事，毕竟万一没有导航，在人生地不熟的乌克兰土地瞎逛，搞不好就一路逛到战俘营去了。所以在7月3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撤销之前对某法案的批准决定。紧接着7月31号，国家杜马迅速响应，通过了该法案的修订版本，明确保障了俄罗斯士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因使用或佩戴设备而免受纪律处分的风险。这个举动呢，获得了俄罗斯军事界的一致好评。然而，所谓军令如山，如此轻易地改变即将发布的法律，势必会对俄军队的控制力造成很大的影响。一部分俄罗斯军事博主就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不应该对现状进行妥协，而是应该彻底废除该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俄军队从根本上进步。因为如果该法律废除，那么俄罗斯军队手机的问题将一直存在。大兵认为，现状呢，俄罗斯国防部是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手机问题会持续影响俄军战力，甚至导致其在战术层面的失败。另一方面呢，由于拉胯的轻工业和电子技术能力，手机又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刚需品。俄罗斯国防部竟然没有能力使俄军军队放弃手机的需求。好比一个人，他脑子里想着我不能玩手机，但手却不听大脑的使唤，于是反手给了他几巴掌，最终逼迫他放弃了对不能玩手机的想法。这种情况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俄罗斯国防部对俄罗斯军队的管控能力正在大幅下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那么俄军哗变的可能性呢，会越来越大。事实上，俄军哗变的迹象在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了。很多通过战功上任的俄军军官都表现出对俄国防部的不满。就在7月份，俄罗斯国防部将第58集团军少将伊万波波夫解职了。波波夫曾在网上公开抱怨前线缺乏补给和轮换的糟糕情况，并将其归咎为国防部的无能。上周，俄罗斯国防部又将106近卫空降师师长弗拉基米尔·塞利维斯托夫解职了。同时，第7近卫山地师的一名师长也疑似被秘密撤职。统计这几天俄媒的信息，总共有4名少将、1名上校遭到解职，理由呢都是动摇军心。除了前线军官，俄军底层士兵也对国防部的清洗感到不满。网传俄罗斯第7近卫空降师的一名士兵在电报群中表示，希望国防部能够逮捕他们的师长，因为他让士兵们送死。如果师长被捕，他们会撤出赫尔松，将阵地送给乌军。第7近卫空降师也是俄军的精锐部队了，参加了在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的战斗，但伤亡十分之大。莫斯科日报在23年报道，该师的第247 VDV 团在1天之内就阵亡了49名精锐士兵。可以说，从普里戈金兵变开始，俄军哗变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而最近的事件呢，证明这颗种子正在慢慢发芽。
至于在乌克兰冲突中士兵使用个人设备的情况，目前尚存不确定性。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对于是否及如何实施相关惩罚措施尚不明朗。根据 RT 网站和印度时报的消息，7月29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东京表示，俄乌冲突无法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印度将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斡旋工作，并呼吁其他国家也积极与俄乌双方保持接触。苏杰生认为，想要解决俄乌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使用武力无法根本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2年半之久，导致生命损失、经济损失以及全球性后果，包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全球通货膨胀的加剧。然而，目前阻碍俄乌和谈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因为现在乌克兰在人员、火力、弹药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俄罗斯决定抓住这段时机，加大攻击力度，意图占据更多的乌克兰土地。当被问及印度总理莫迪可能访问乌克兰的传闻时，苏杰生表示，印度与乌克兰的接触将会增加，但拒绝直接确认莫迪的具体行程。他表示，印度政府将在适时的时候通过正式渠道公布相关信息。海军陆战队时报8月1号的报道，海军陆战队311战斗攻击中队已经顺利到达了初始作战能力。这一成就标志着该单位已经全面具备了使用、维护和训练 F-35C 战机的能力。VMFA 331中队被誉为熊猫中队，在7月25号，在米拉马尔海军陆战队航空站成功完成了其首次独立实弹操作，这是其迈向全面战备的关键一步。为了实现初始作战能力，VMFA 331中队累计飞行超过了900架次，总飞行时数接近1700小时，并完成了额外的800小时的模拟飞行训练和2400次维护操作。VMFA 331中队在2020年停用了其 AV-8 耀式喷气飞机，并在2023年4月重新启用了当时仅装备了1架的 F-35C。这标志着海军陆战队向第5代战斗机转型的坚定步伐。随着 F-35C 的逐步列装，耀式和 FA-18 大黄蜂等老旧机型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呢，海军陆战队在米拉马尔部署了2个 F-35C 中队，即 VMFA 331和早前已达作战能力的 VMFA 314黑骑士中队。F-35C 作为专为舰载机作战而设计的战斗机，其增强的起落架和可折叠的机翼确保了其在航空母舰上的高效运作，而将近2万磅的内部燃料容量也赋予了其执行长途任务的能力。未来 VMFA 331中队正朝着完全作战能力的目标稳步迈进，预计将在2025财年接收全部的10架 F-35C， 届时其作战效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了8个 F-35B 作战中队和2个训练中队，总计装备超过100架的 F-35B。波音公司于31号宣布，将任命罗伯特·奥特伯格为波音的首席执行官，其将于8月8号正式上任。奥特伯格呢，是前波音供应商罗克维尔·柯林斯的首席执行官。波音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谓是风波不断。这家航空防务领域的巨头在 KC-46 和 T7 项目上损失了 2.22 亿美元。而波音首席财务官表示，波音的国防部门仍实现了盈利，并在未来1-2年内有望实现高个位数的利润率。在宣布新任首席执行官的同时，波音公司还公布了第2季度财报，显示由于收入下降，公司亏损超过14亿美元。这一亏损额呢，高于华尔街预期。波音的商业飞机业务和国防部门均未能实现盈利。波音公司正处于动荡时期。本月该公司就已经同意就737 MAX 客机相关的认罪指控，该机型呢曾导致2起空难。此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上面的面板爆裂事件后，加大了对波音公司的监管力度，引发了业界对其制造质量的担忧。波音公司董事长斯蒂文·莫伦科普夫表示，奥特伯格是经过全面而深入的选拔流程后被选中的，他具备领导波音公司进入下一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正确技能和经验。
它在运营复杂工程和制造公司方面享有盛誉。据波音公司发言人透露，为了聘请奥特伯格，公司还特别为他豁免了6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限制。据报道，俄罗斯军队已经部署了朝鲜制造的长程反坦克导弹系统 BLS-4， 火鸟4也被称为 M2018。这一消息呢，来源于乌克兰国防出版物。该出版物报道称，乌克兰空中侦察在开阔地带发现了这一系统。BLS-4导弹系统能够从安全距离外攻击装甲目标，极大地降低导弹系统本身的风险，使其成为战场上的强大火力补充，增强了使用方的远程打击能力。该系统的作战车辆包括一个发射装置，上面装有8个导弹容器，这些容器呢，安装在朝鲜制造的 M2010 6x6 轮式装甲运兵车底盘上。该系统与以色列的长钉反坦克导弹、日本的96式在功能上相类似。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前线也观察到了这款来自朝鲜的 BLS-4反坦克系统的自行式版本。虽然呢是来自朝鲜的装备，往往难以获得可靠的技术数据，但根据推测，从该发射器发射的导弹很可能采用了光电制导系统，并且通过光纤电缆进行指令制导。与以色列的长钉导弹不同，朝鲜这款系统的发射器上没有用于无线电指令制导的天线。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